年是一颗颗甜蜜的糖果，年是一朵朵缤纷的烟花。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呢，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又逢新年，祝大家幸福安康，心想事成，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宇宁特别开心，然后来请你参加我们的新年联欢会。你看现场的布置很有节日的氛围哈，对，我感觉特别好。Happy New New Year， 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要喝一点哈。好，谢谢。新年快乐！谢谢。其实我觉得宇宁今年对你来说是特别与众不同的一年哈，非常重要的一年。如果你要给今年总结一下，你会用哪些关键词？成长风暴吧，梦想实现吧。我觉得成长风暴这种成长真是加速的啊！对，这一年来让你经历了很多第一次。对，所以这个成长自己到底有哪些进步？我觉得就我自我的感受吧，其实就是在自己的业务上嘛。因为以前我虽然也是唱歌嘛，但是说句实话，就是我在丹东那个小城市，他也没接触不到好的音乐人，说白了就是没有见识。那这一年出来了，然后认识很多写歌的、做歌的制作人，然后歌手，你从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以前没见到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成长体现在见识上，是吧？对，让自己长了很多的见识。对，第二就是我本人我是唱歌的嘛，因为以前就是天天在那个街边唱嘛，我也包括在唱酒吧什么的，我就一直唱。它其实你到今年我可以制作专辑的时候，你到录音棚里去录歌的时候，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你可能在录音的时候需要更加细腻的唱法，可能在唱歌的这个细节处理上有一些成长吧，我觉得。对，所以刚刚我说这一年经历过很多的第一次哈，我们都可以数过来，像这个。开演唱会这是第一次，对，出专辑第一次，拍电视剧第一次，可能很多人这些第一次要经过几年甚至10几年才完成。对你来说，就这样的一年，然后完成了这么多的事儿，你有的时候真有像梦一场的感觉吗？这像做梦一样，包括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你站在那个舞台上那种感觉，就是这是真的吗？那种感觉都会有。对，所以我记得就是8月17号在北京的第一场演唱会，当时你还发微博说，仿佛真有一种做梦笑醒的这样的感觉哈。对，不敢想，我怎么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关键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戏剧性，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生活比戏剧更精彩。因为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你跟你摩登兄弟的小伙伴们。当时可能是在北京哈，然后在一个酒店里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跨年的晚会，你还想，哎呀，有机会咱们也能去唱一唱。对，我说咱们过年了，咱们放松一下吧，忙了一年了，咱们去旅游吧。咱们说去哪？我说咱们去北京旅游。他们说，哎，去北京干嘛？要去爬长城吗？我说不是，我觉得就去北京感受一下氛围嘛。然后我们就来了，那还是正儿八经。因为我真的是我第2次来北京，第1次来北京是来录音。之前录了一个小歌，然后呢，这是第2次来北京，然后我们就来了。那个时候正好行来北京跨个年嘛，就是那种有一个出来玩，然后在外地跨个年那种。这也有一种仪式感哈。对，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些仪式感嘛。然后当时我们就住在一个房间嘛，然后晚上我们就也很开心，我们就在那哎呦吃的好吃的，然后叫的外卖，我们看的跨年晚会，我就说。什么时候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上这个跨年啊？真的是那不太开心了吗？对，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是无心哈，你甚至觉得这样的话能变成现实也且着呢，是吧？对，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种憧憬，就是包括我设想节目，我说哎，咱们什么时候能上跨年？但咱们要上跨年的话啊，12点之后那个节目，我觉得咱们不能上。12点之后都没人看了，就我都会在脑袋里会设想这些。所以你看，我觉得那就是梦一场的感觉。然后1年之后，2018年的跨年，你就真的站在了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而且还搭档林志玲。对，那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其实没有太多的感受啊。就是当下我去表演，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精神大部分都在演出上，然后我紧张的这个要好好给他唱，因为现场直播呀，你要唱次了，全国观众都会看到，就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我们那个虽然是跨年是直播嘛，但是它会有一些延迟，所以我演完之后，我马上就回到酒店，然后我打开电视看我自己。那跟女神搭档。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当时我觉得，首先我在那个节目前期的时候，我听说我们志玲姐姐同意跟我合作，第一我很开心，第二我很感谢她，
因为在去年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很多人觉得我好像不配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志玲姐姐完全没有把我当做一个他们口中的那些人，她觉得哎，这是好像还是蛮努力的一个年轻人，我愿意给他搭档，我愿意跟他一块演出，所以我真的从我心里还非常感谢志玲姐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温暖，是吧？真的是温暖，特别温暖。所以你看，我觉得19年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就意味着是有好兆头，然后事实也证明了，像这个演唱会，因为这个是你连想都没有想到的哈。当时在丹东的安东老街这个唱歌的时候，你可能也去憧憬啊，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开演唱会，所以当时你在憧憬的时候，你有想到它在多少年能实现？没敢想，因为我当时那个状态，我真的完全不会想到它会实现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就先弄呗，然后什么时候能开就什么时候开呗。那话说你在老街上唱歌的时候，去憧憬演唱会，这样的话说的多吗？还挺多的，就是想说嘛，我说哎，有一天我们开演唱会，我就弄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我粉丝就会跟我说，哎，那你宁哥你穿西服好看，你演唱会一定有一套衣服是西装。我说行，那我就演唱会穿西装，你们就穿婚纱，咱们就直接来一个 party 啊，直接来个这个结婚 party 多好。就当时其实那个时候根本就想不到会开演唱会，但后来这一切都实现了，就特别神奇。所以很多人说呢，梦想一定要有，万一能实现了呢？对，因为我觉得梦想是一个人最大的激励，是吧？对，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是说自恋啊，那个时候我现在想一想还挺佩服我自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能有梦想，我还能为梦想去坚持，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很棒啊。对，平时你是爱做梦的人吗？对，比如说我以前做直播嘛，我都会把直播间设计的灯光璀璨那种的，就是我就仿佛我就在我唱歌的那个时候，我好像就在舞台上唱，我并不是说就是一个普通的唱，我要把什么灯光的配合什么，然后自己告诉我的那个团队去开关灯，让它有个爆闪的感觉，就会自己心中会有一个舞台那种感觉。你在做梦的时候，有真的梦到你自己开演唱会吗？然后那样的舞台是什么样子？那样情景是怎样？有吗？真的没梦到过。但是当我站在那个舞台上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切是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就那种感受是你光在那坐想，哎，我演唱会什么样，完全想不到的那种感受是非常冲击内心，而且这么多人，你知道都是人，你真切看到所有人看你听你唱歌，就为你而来的那种感觉，不必刻意把视线都在提醒着，你怎么又梦到？下个转角，你怎么又梦到？下个转角，你怎么又梦到？这个电话。演唱会正式开始前，当你从化妆间走到备场区，是不是心跳快到嗓子眼儿了？对，因为唱歌最忌讳的其实就是气息不的稳嘛，所以那个时候我站在台下听到，因为我家粉丝特别爱我嘛，就是我还没开场就开始叫刘宇宁，或者是什么往后余生我也爱摩登，他们越喊我就越紧张，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心其实气已经在这儿了，就是一直这样。就是我，因为他气息要沉下去嘛，所以我那天真的是记忆太深了，就特别紧张。其实现在咱们说起刚刚就是这个上场之前，我现在都能感觉到紧张，但我想你的粉丝也会很紧张，因为你是第一次开演唱会，他们也是第一次看自己爱豆的演唱会，对，同样的紧张的心情，对，他们有很多人是真的是第一次开演唱会，因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追星，第一次这个开演唱会，我觉得还挺感动的，愿意为了我跋山涉水，然后说白了就是你又买了机票，又买了门票，然后又吃住，然后来一趟得花不少钱。第一场因为我之前就说了嘛，我说开个玩笑，我说我就穿西装，你们就穿婚纱来。结果我发现台下婚礼的现场啊，就是我想说的感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其实他没结婚嘛。当然有很多是少女嘛，她愿意为了我穿第一次婚纱。还有那种，我的粉丝穿的婚纱，然后她老公领着孩子，他们一家三口来看我演唱会。我在想，哇，就真的那种感觉就是莫名其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哇，怎么
怎么这么好，就是这种感觉啊。而且他们是从心里。我们大伙穿婚纱给宁哥加油，给他应援，我们付出我们兑现我们的诺言，就会有那种就是很亲密的那种感觉，很微妙的东西。演唱会结束那一晚上，你失眠了吗？还是睡得很香？第一场演唱会唱完之后，我有种什么感觉，就没唱够的感觉。其实人在极度兴奋的时候，你就不会累，所以那个时候唱完之后，我就还是想唱，反正就是很开心，很兴奋。转眼就是巡演已经开完6场演唱会了，因为别人要做演唱会还得三思而后行哈，想着那想着这个都要什么都全乎了才敢做，所以你平时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吗？算是敢于冒险吧，我就是还是想什么我就想要去尝试，我就一定去大胆做，就很多事儿其实都是我想到了我就要去做那种的，而不是说。去想，哎呀，如果这个没做好怎么办呀？或者是我都会提前想啊，失败了怎么办？因为我还是一个挺操心的人，就内心反复都是心事儿那种人，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我要首先说，我要考虑这个事该怎么做，做完之后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做不好了怎么样？那我能不能承受？我这些都会去想的。对，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包括很多节目也好，比如说这个歌，那有人说你唱这个歌适合你，我得内心觉得这个歌真的适合我，我才会去做。就是我还是自己得决定的。所以成长风暴真的是有如风暴一样啊，给2019年这个你画了一个很完满的一张答卷哈，也因此得到了很多这个音乐类的奖项哈。对，我觉得还挺感谢的。第一次拿奖的时候，心情还是更激动一些吗？其实每一次都一样，好多人对我有偏见嘛。但是我觉得，当这么多主流媒体能够认可我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我好像我能得到这么多，比如说每个奖项的这些平台嘛，他们能认可我，我觉得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他们要比很多人的眼光要高。但有的时候对这种争议，你觉得承受的程度是有一个过程吗？还是？最开始的时候受到争议，就能有这样平稳的一个心态。我平稳不了，我说实话，平稳不了。我觉得天天被人骂，你再怎么平稳，你也得郁闷，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你需要别的东西来平衡它，比如说很多人不看好。这是抓出来了吗？这么厉害呢？他这还挺好抓的，这个还没有给设计太难。因为我要试一下。好，我给你投，你试一下。那我应该再来那个，差不多。可以了吗？差不多。可以下了。然后哇！他就差一点，他会骗你，对，就是他抓起来他就松。那再试一下，这应该更好了，更有力了，这个位置是吧？要再来几点吗？这儿偏了吗？再往左一点吧。左一点，好，这样可以吗？差不多。这个有技巧吗？就是我一下还是慢慢？就一下就好了，因为它都是一下。哇！你看它松了，它松了。你来，你看你把它抓起来。行。这感觉应该好，就差一点。它有的那种特别长、特别圆的那种就不太好抓。因为它没有勾住的地方。走你，晃一晃它。对，我看人晃一下，这晃一下会让它夹子，并不会让它怎么样。对，我觉得它有点松，怎么样它能紧一点？晃一下，加油！哎呀，差一点。哇！不行，这个必须的，也要抓上来。老板，来盘儿。你以前抓娃娃记录一次能抓上几个？没有，就玩一次。反正我每次去就充个50块钱那种，然后一直玩，然后能抓几个算几个。哇！走你！这算成功了哈！这成功了吗？好了，终于，真是成功了啊！这一年来，就是进到这个圈子里面，你越发能感觉到这种被动性吗？或者是做很多事情是需要点运气？
一定是运气，运气大于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你努力可能只占10%到20%吧，你再努力你占30%，其他的都是说不好。所以即使之前走了一些弯路哈，干了一些跟唱歌无关的职业，但是当别人问你刘宇宁，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吗？你还是可以很坚定的说非常幸运。当然。非常非常幸运，而且我觉得之前走的那些，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弯路，我觉得反而我很感激。当今天的时候，我很感激那些，包括我以前做厨师的时候，我在打盒子，那个时候每天去洗菜，去了来一条鱼，你把鳞刮了，把里边剪开，然后把里边东西掏出来，然后把鳃掏出来，洗干净了，然后呢给到别人去做。然后呢，比如说厨师下班了啊，那个满那个油灶全都是烟。然后你要爬上去，开始把里边油皂盐全擦。我觉得那个是我要做的工作，因为我爷爷会跟我说一句话，说人一辈子的时候，那你做了很多让很多人看好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可能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只会翻唱，那我就做自己的歌，我就做。我觉得反而它对于我来说是个激励，就是他会给你很多否认之后呢，我会把它化成一些动力。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做的，而且争议有的时候不是你去跟别人掰扯我是怎么样的，而是我用我的作品来证明我不是仅可以翻唱，我也可以能把自己的歌唱好。我很明白一件事，就是人家如果一个人对你有偏见，你怎么跟他聊都没用，你不要跟他聊。所以我就用行动来证明。我觉得反而他们说的点，反而是我要努力的点。那这20几首歌，就是传唱度肯定不如之前你翻唱的那个作品的影响力哈。这一点也会跟你有一些矛盾吗？我觉得不会矛盾。那些我翻唱的那些歌本身它就很火，它就是大家很喜欢的歌，而且然后我去翻唱，只是借助了别人的那种光环，然后用我的感觉唱出来，可能他对我的这种有一种新鲜感吧。我觉得当然我做自己的歌，其实很多做歌的人或者歌手最困扰的就是做了一堆歌，大家都不知道，也不火，也没人听，这个是最困扰的。所以我觉得那没关系啊，那我再继续做呗，就是这样的。以前我那么苦的日子我也熬啊，那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那我再继续熬呗，我继续好好做。我相信只要我坚持，我认真做，总有一天时间会给我答案，就这样。对。你吃的苦是有数的，年轻的时候不要怕吃苦，你把苦吃了，你以后就享福。我会这样想，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哎，那个时候是我这个可能比较辛苦的时候，经历比较多，所以才拥有了现在这一切，或者是可能那个时候吃过那样的苦，我都能坚持下来。今天再有什么，比如说再累的东西给到我就觉得没什么呀。我觉得那些经历都是非常宝贵的，它会让我很有承受能力啊。但是当时在做着厨师，像刚刚你说你在做那些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唱歌啊，不是说在厨师界要做最好的厨师。没有，当时选择厨师其实就是一个务实。我奶奶说学个技术吧，我说学什么呢？她说你想，你要不修车，要不厨师，要不那个，反正有个技术，就有一技在手啊，就是你不会饿死，就有一技之长，自己可能养活自己。对，我能养活自己。在我在那个饭店做厨师的时候，我很感激自己没有忘记音乐的梦想。我第一个月工资是200块钱，然后呢，那时候学徒根本就其实没有工资，学徒都是没有工资的嘛，给了200块钱一个月。然后呢，我就拿那200块钱找到一个琴行，我说我想买把吉他。那是你第一把吉他。第一把吉他，我说那个这个琴多少钱？他说今天300，我说能便宜点。那当时我穿个厨师衣服我就去了。哦。然后他说你这样吧，200块钱吧。我说我没那么多，你给我留20，我打车。那个琴就200。工资都要买这琴。后来讲完价180嘛，买了，180买了，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大冬天的，因为180只能买那个琴，连个包都没有，包都不给嘛。然后我就提着那把吉他走在马路上，所有人都看我，然后但是我觉得别人看我那一刻，我就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拿着这个东西很开心。是，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你在做着厨师，离歌手很遥远，但是这把吉他会让你觉得，哎，你好像离梦想挺近了，能摸得着了，感觉。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想的也不敢说是梦想，只是我觉得我对唱歌这件事我没有放弃，我还是喜欢唱歌的。
那个时候只是想到这个东西。那在深圳买了这把吉他，你在做厨师的过程中谈它的机会多吗？我之前干活那个饭店那个厨师会谈，我说你能不能跟人说说我要跟他学？结果问完之后那个人也挺好的，然后就说那你就来吧，然后我就特别开心，我就每天那个厨师休息的时候，我就拿吉他去他宿舍了，找人学了3天之后，我就再没去了，因为为啥呀？因为那个人回老家了，但是他是花了3天时间教了我一首歌，那个歌叫什么？痛哭的人啊，噔噔噔噔噔噔，很简单。然后我就因为我们那有仓库，有那种小就是摆放那种调料的一个仓库，然后呢我就。一到休息的时候，我就自己上到仓库里把门一拉，把灯一开，那是你的琴房。对，我就在里边弹，自己搁那唱，就好开心。后来在深圳做厨师，一共做了多久？半年嘛。半年哈。半年。对。当时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对，是吧？就是因为到了南方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坐火车嘛，3天2夜的火车，坐卧铺去。我当时就对，我去了当天晚上就是上了1天班之后回来宿舍就开始哭。一直在那哭，莫名其妙的哭，然后我就给我奶打电话，后悔了是吗？我奶奶，我想回家。那个时候16岁吧？对，就是才10几岁呢。我第一次出那么远门，我奶奶说你好不容易去了，要不你再坚持，你要实在不行你就回来吧。然后呢，我就坚持了1周，我还给我奶奶打电话，我说还是不是特别适应，但是我没说我想回去。我们住那个宿舍，一个宿舍大概就。其实真的没多大，在里边住了12个人。哇，上下铺12个人，而且你那个床板直接是一个木头。我同学说去那个商场买个凉席，直接买个凉席铺在木头板上就睡。当天晚上就这个腰我也瘦啊，硌的这个腰就醒了，这都没事儿。关键是那个宿舍有虫子，深圳有一种虫子就是特别奇怪，就是爬到你身上开始吸血，吸特别大，然后你一挠这一面的全都是包，你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每天。白天起来干1天的活，晚上回去睡不了觉，就那个时候直接导致水土不服，然后脸上全都是痘，然后说白了上厕所上不出来都，当时就是那种人已经水土不服到已经极点了已经，所以那时候真的特别崩溃哇！半年之后，然后身体不行了，然后就生病了嘛。对，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这个病都会危及生命，会有生命危险哈。当时我真的是我吓坏了，大夫说完之后他说啊，你这好像叫做一个病叫做气胸，就是肺的破口了，然后气进去了，然后在里边会积水，然后呢，我就说那怎么办？我说那吃什么药啊？他说你现在不能走了，你得马上住院。你当时吓坏了吗？我当时吓坏了，我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啊，那时候多小啊！我说别闹了，我说我住院，我没钱。我当时就觉得我出门在外，我来学东西，我又没挣到钱，然后又要跟家里要钱。我说我不住我就走了。然后第2天那个老板也特别好，那个老板到现在也特别感谢他。他说那我带你去医院检查吧，检查完了确实是这个确诊了。那个时候我也没钱住院，那个时候住院大概就光住院费得就要3000块钱嘛。那个时候我兜里就有200-300块钱，特别惨。我就说老板能帮我进店，等我回我叫我家人给你打过来。那个老板说没事你就安心住吧。然后住了1个星期之后呢，我就受不了了，因为钱太多了，我就说那我就回家吧。其实我回去也特别自责，我觉得我出门我干厨师的，然后我钱也没挣着，啥也没学到，我就回来了，还花家里那么多钱，我觉得我就心里特别难过。然后后来我就在家确实也养了3个月之后，我怎么办呢？那我也干不了重活了，厨师肯定做不了了，那我就还是务实吧，干一个能挣钱的活，就干服务员，就是也是在饭店干服务员，因为那个时候我对餐饮整个还是比较了解的嘛，所以就在饭店干服务员。然后我就觉得好心疼，你想那个时候才15、16的孩子，多让人心疼。我觉得那一刻你好像对自己生命的恐惧，要小于就是没钱的那种恐惧，是不是？对我其实真的，可能就是也不知道穷怕了吧，可能是因为我家庭条件确实不怎么好，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奶奶长大，我奶奶都是普通工人，我爷爷就是退休金，我从小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长大，但是我爷爷奶奶对我特别好，该吃的也从来没让我饿到，但是就是我不敢有更多的奢求，比如说我不敢说这我喜欢这个能不能给我买，我从来不会。我唯一跟我奶奶要提过2个要求，第一是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我说奶奶我想学钢琴，然后我家人说也很支持，但是学钢琴其实承受不了那个钱。然后第2个要求是我说奶奶我想要一个录音机，
这是我唯一跟我家人要的提2个要求，然后结果录音机我奶奶给我买了，所以我觉得也感谢那个录音机成就了我。还记得当时那录音机多少钱吗？300多嘛，300多块钱。对，300多块钱。然后我就特别开心。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买了很多歌手的磁带啊？没有钱，那个都很奢侈。我姑家有磁带，我就去拿2来听，拿就都是要不跟同学借。然后那当时是听哪些歌手的歌比较多呢？张信哲，然后那邰正宵然后就是都会有，就是当时那些老歌，他们的歌你都可以会唱的。那个时候都会，现在也基本你放了我就能跟着唱，就那种的。所以那个时候听的基本都是他们的歌。有没有你当时听的那个磁带的歌手，然后当你现在有了机会，已经可以跟他同台合唱了？那不就任贤齐吗？对，我就是任贤齐。所以你觉得多么不可思议，是吧？就是不可思议啊，太不可思议了。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设计，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云知道，包括你这个《十》这张专辑里面，你看你跟多少音乐人、优秀的音乐人合作过哈？对。吴青峰，然后蔡健雅、徐佳莹，对，徐佳莹，天，这都是很棒的音乐人，这些人，所以我也很感激这些人。这个专辑来命名10，对你来说都意味着什么？它是10首歌，10种风格，10个音乐人给我做，然后它也是我一个在音乐上，因为我觉得完成我一个梦想嘛，它10代表一个圆满嘛，所以就十全十美的一个感觉。对，10分诚意，10分有诚意，对，也10分自我。要干一杯，谢谢。雨宁是1点酒都喝不了，是吗？我没有酒量，就是我第一次喝多了就是那个什么，第一次喝多就是卖衣服那个时候，当时我卖衣服那个经理过生日，我们就也是像聚会，然后跟他一块去那个聚会嘛，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我那么喝酒，说哎刘宇宁来喝，我当时我也实在，我说那喝呗，东北人的实在，那就喝呗，我没喝过酒那个时候，我就喝了2瓶啤酒之后呢，我就不行了。我说不行，我得走。那个时候我在白天在卖衣服，晚上在酒吧唱歌。然后我说不行，我得走，我就到酒吧唱歌去了。然后我就上酒吧去了。去了之后呢，然后那个我就已经上不了台了。然后呢，老板也特别好，说那你到包房休息吧。结果吐的满包房都是。然后呢，我看那个服务员进来了，在那扫我吐的东西。我那一刻我其实已经醒酒了，但那一刻我觉得特别自责。我就特别自责，我刘宇宁怎么要这样？我也是来干活的，我叫一个我的同事去为我干活，就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喝酒了，从来没有，就是简单的意思一下喝一口就可以，但我不会想去喝酒或者跟朋友应酬去喝酒，我从来都不会喝了。从那以后，其实，在酒吧那个氛围里面，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喝酒也是一种交流，但是你没了这种交流。会让你显得就是不那么入流吗？后来没那么想干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就是唱歌，你来听我唱歌就好了，我跟你喝什么酒啊？我希望被别人尊重，这是我心里最基本的一道坎儿，就是特别你让我感觉到你尊重我，我会对你10分的好，或者12分的好。但是我只要有人让我感觉他有1分不尊重我，我就觉得那就这样吧，就会这样当你已经开始小有名气，当外界还有争议说你凭什么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不尊重吗？当然啊，没什么凭什么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中奖了，比如说一个人中彩票了，你问他凭什么中彩票，这莫名其妙的，我就是中奖了，我告诉你了，我是中奖了，你之前有过中奖的经历吗？没有啊，就小奖也没中过，抽奖也没有抽中过。我以前过得特别惨的时候，跟我朋友，我俩找服务员的工作都找不到，然后兜里当时就剩5块钱了。我说咱们去
就既然就剩5块钱，咱们搏一把吧，咱们到彩票站买一注彩票，中了咱们就发财了。结果刮完之后5块钱彩票完全没中奖，我俩走回家的啊。所以我没有赌，没有那个中奖的那个运气。那你当这1年之内迅速就是有了这么多成绩，尝试很多人生的第一次，你觉得这些是中彩票吗？我觉得是啊，就是中奖了嘛。对，所以你看，你虽然没有中小奖的这个机会哈，但这是一个大大的奖。所以就先苦后甜，这是对的。但是当下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嘛，那你的流量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你觉得你自己为何能成为流量呢？我的流量肯定没有那些现在所谓的那些大家眼中那些流量的流量高。我的流量在于什么呢？可能我就像刚才说的，很多人不认识我。但是认识我的人都特别爱我，就这样，所以我一直在说的就是什么呢？可能一个特别流量的人，他有100万个人认识他，100万个人喜欢他，我只有10万个人认识我，10万个人喜欢我，但那100万个人当中只有2万人愿意去看他演唱会，但我这10万人当中有8万人愿意看我演唱会，就是这种，他就是这个比例。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我没有人家那么多粉丝，但是我做的事儿觉得也不比别人差，所以我想说我的粉丝都是对我特别铁，对，所以我觉得我要感谢什么呢？就感谢直播。有很多人瞧不起直播，瞧不起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趋势，因为这是我和我粉丝最直接的一个沟通方式。我在想什么，他们很明白，然后他们在想什么，我也能即刻知道，我会知道所有爱我的人他爱我什么，他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他们什么。这是我要想的。对，所以你是自己粉丝最大的粉头哈，就是我记得你也说过嘛，你的粉丝是创造明星的，创造了刘宇宁，让刘宇宁有了现在的就是这种有瞩目的一些光环。对，因为我之前我也不是明星，他们把我追成了明星，就是这种感觉，让我去有这些机会去接这些工作，然后能够包括您的采访，就能够上这样的节目，对吧？就是没有他们，我还是安东老街那个唱歌的呀。然后也希望就是所有的朋友能够陪我一直走下去，因为他们答应我了，说我们老了之后一块去旅游。那现在回这个丹东的安东老街这样的时候还有吗？反正我回到丹东，我都想去看看，都想去看看，因为它成就了我嘛，算是我的一个福地。想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日子好好过，也好过一直拖。自作多情了，好吧，我认了，至少能会是会洒脱。你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不是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了？就是在老街唱歌的时候感受到的吧？对，就是这样。有人找你拍照合影。对，有人找我签名，我觉得好奇怪。那个时候是已经开始玩抖音了，是吗？对，已经开始玩了。其实我觉得宇宁，你刚才我说你是个有勇气的人，就是胆儿挺大的，愿意尝试新生事物。我觉得像直播呀、抖音啊，这都是那个，就是很多人都还没有想到呢。你应该算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吗？也算吧。我觉得人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人都是逼出来的。当你没辙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得想辙，而不是埋怨。抖音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做直播也做到一定瓶颈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现在是一个小视频的时代，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忙碌吧，因为它是碎片时间，比如说我上个厕所，我刷一会儿，可能我吃饭的时候这一点时间我看点微博什么刷点什么东西，它可能都是短暂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小视频一定是一个趋势。因为当时很多平台，我就咱们拍一个同样的视频，在5个平台上发，哪个播放量最高，咱去玩哪个。结果这5个平台我都发了同样视频，最后抖音的播放量是最高的，咱就玩抖音，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就是往上面传我唱歌的视频和好玩的那种精彩段落，然后就做起来了，就这样。其实我觉得玩社交媒体就是它也需要鼓励和认可，所以你还记得玩抖音的时候，比如1万粉丝、10万粉丝和100万粉丝这3个节点，你当时给予你的这个动力有什么不同吗？因为可能刚开始1万粉丝、2万粉丝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我的生活也好，包括我的现状也好，没有任何的改变。其实没有，当时到了大概300万粉丝的时候吧，他们说，那个小宁你火了。我说我火什么？我说怎么火了？
他说你看这粉丝300多万了。真正感觉到差异的是，因为有人从外地来那个丹东来看我的时候，有一天是6月1号嘛，记得特别真实的儿童节。儿童节一般过节，我们安东老街人其实也比较多。我说我，因为我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我坐的那地方，我看这么多人在那儿，我说这干嘛打起来了？我就打起来了呢那种的，我就过去了。结果我走近的时候，那边有人看到我啊，开始叫，开始尖叫那种啊，宁哥，我当时懵了，我这干嘛？就这种感觉。然后我说你干嘛？我说宁哥，我好喜欢你，能不能跟你合影？我说你不是演的吧？他说不是，我真是你粉丝，你看我关注你了，就这样。哦，那一刻我觉得哦，好像是对，就感受到现实世界里的对这个东西给我带来的东西了，对，红了，对，就很多人认识我，愿意为我来丹东，那个时候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给我带来了一些，每一刻，眼泪都不敢流。但是你看，很多人红了哈，我觉得消费自己也是很正常，所以呢，接各种商演、线下活动。可是据说你现在明令是不接商演、不接线下活动，那别人会说你跟钱有仇吗？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赚钱嘛，没有人说哎我不喜欢走开，没有啊。所以我想说，我觉得我就想，可能我想的比较远吧，我就跟我团队说，我说咱们赌一把，咱们接都不接，以后可能会发展的更好，他们也同意，然后我就也没接。但是我就想说，先不着急挣钱，然后以后可以赚更多的钱。当你就是没钱的时候，一般人都会做个白日梦，然后甚至那个信誓旦旦的就说，等有一天我如果有一大笔钱，挣到一大笔钱，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比如我大吃一顿，要买什么？你当时发过这个豪言壮语吗？有啊，当然有啊。那当时你想要的是干什么？我想要的是买一辆法拉利。但是我想说，当我能买起的时候，我就不买它。为什么呢？我希望它能成为我的一个追求，就是我的一个达不到的一个目标，努力的目标。就是我问我想要什么，我想买法拉利。就是我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儿，但我并不是说我多想拥有它。哇，这什么歌？这是。哦，揍你！啊！这两个游戏你更喜欢玩哪个？这个吧，这个是吧？对，可以实现我开法拉利的愿望。啊，是，而且这个有体验感，很刺激哈。对。他这个评定这个胜利是因为速度吗？对啊，就谁开得快谁就赢嘛。那我觉得这个阶段玩游戏就真的是解压了，是吗？对，其实现在游戏做的都特别好，就其实有些游戏做的特别棒，然后它像一个电影一样，有故事情节，你就好像很有代入感，你就在那个里边那个人一样。而且它里边做的所有画面、镜头，包括里边人物的表情，你其实都可以看到好多东西。因为有些人物他真的是采取人的面部表情，你可以看到他做的一些演技上的东西都很棒的那个。而且今年这个你又首次拍这个电视剧哈，对电视剧，热血少年，所以这有了演员的这个身份，这个第一次拍戏很容易被人视为玩票，所以你当时参与的心理也有一点跨界试试看玩票的心理吗？其实并不是，我做任何事不想去玩票，大家都说我做每一件事都很认真。因为我比别人我觉得我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会被别人认可。因为大家本身很多人从我这个出身，他就会对我有色眼镜。如果我真的就按照他们的那种有色眼镜那种方式去做的话，那我就消失了。所以我一定要打破有色眼镜，我要做到我能做到最好的一个程度。所以我当时这个戏找到我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其实当时我也面临一个选择嘛，就是因为我在老街那个时候是我人气最火爆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大家关注特别高。但是那个剧组找到我，就马上要到剧组里拍4个月的戏，对，也就是你只要从老街离开，我在抉择到底要不要去呢？因为去了之后，可能你就大家看不到你了，你的热度就没了。你到底要暂时的人气，还是要一部作品呢？那我选择去拍戏。第一是我觉得我要一个作品，第二我觉得我能多条路走，我又可以去演戏。我觉得这对于我的发展以后的发展是最好的，所以我就去拍戏了嘛。军部房一样也会被销毁。吴谦，你知道这批鸦片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马尔斯死了，我只有这50箱鸦片回去交差。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背地里为了你，为了弘毅，我做了些什么。你们尽管气我、瞒我，可我心里还是为你们着想。你们现在这样做，你对得起我吗？你啊！我觉得魏成风这个角色前后反差很大，其实很难演。就是第一次演这么重的角色，有人不敢接的。就胆大嘛，这么好的角色，你现在不接，以后没有了，就是这种感觉。那你透过这次表演经历，你觉得做演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尤其对一个刚刚演戏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胆大吧。对，其实就是信念感，是不是？对，你得敢演，你得敢弄，对，你敢演，然后你得相信这个角色。信念感非常，就包括我演魏成风那个时候，真的是他们给我讲，你得相信这是真的啊。他说你得知道，你现在说的话就是魏成风说的话。我想魏成风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对啊，我现在说的就是魏成风，但其实不是，我后面我才能感觉到是什么呢？你首先你得说服自己。对，我以我的三观肯定觉得他做的事儿不对，但是我要站在魏成风的角度上，我觉得魏成风做的没错，所以我才能成为魏成风，我才可以理直气壮的把那句话说出来，就是那种感觉。对，那未来这个歌手和演戏，你是这种2条腿走路，还是有某一项是比重要更大一些？歌手一定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一定我是以发歌然后开演唱会，这是我的从小的梦想嘛。那就像演戏，可能它是我多一条路走嘛，我这人就还是虽然在追求梦想当中，我也不是那种不务实的人，就是我多条路走，我可能我歌没人听，我拍的戏火了呢，大家也爱看我的戏呢，是不是？我多条路走嘛，就很实在嘛。你说自己的物质的这种需求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对爷爷是有一个回馈哈，因为你们从小就住一个40多平米的房子，对，所以你给他买了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对，也100多平也没多大啊。还有个小院吗？对，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是拍的第一部《热血少年》嘛，我当时我是那个人给了一些片酬嘛，我觉得我爷爷真的是吃了一辈子苦了。我有的时候特别感叹，我奶奶要是活着就好了。反正就觉得你看到你孙子这么好，然后你享福什么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我爷爷还那个身体还挺好的嘛，所以我想说，那就是趁他老的时候给他过点好日子嘛。你这一辈子没住过大房子，我也不说100多平多大吧，但是他因为毕竟他自己住嘛，对吧？我就弄个房子，然后给他买一个有个院儿。就1楼嘛，1楼就送个院嘛。老人家喜欢弄点花花草草。我爷爷可爱养花了，养花养可好了，门口放点花，然后我家还有小狗，天天跟小狗屋里跑，让它开心嘛，就是让它安享晚年。2020年你就30岁了，你的生日是1月8号是吧？30岁的生日愿望，如果现在想说一下，会是什么？希望明年有一首歌能火。所以刚刚这个30岁和新的一年的愿望呢还是给工作上的，但我觉得随着这个工作的节奏越来越快，其实身体也是很重要的，要照顾好自己。然后我觉得爷爷的健康哈，应该也是你最大的愿望。所以我们为这2个愿望好再喝一点，谢谢，新年快乐，谢谢。最后一趴呢有一个快问快答，快问快答是有请我的助理主持人小豹来提问。好呀，小豹，你看后面的这个，它是一个机器人，高科技。你看它是男生女生？女的嘛，这不穿裙子豹纹吗？对，它叫小豹，18岁的萌妹子。你好，小豹。你好。
对，小豹开始快问快答喽。下面要开始快问快答啦，请做好准备哦。好，第一题，近期有什么最想做还没来得及做的事呀？去游乐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你有多久没去游乐场了？其实前一阵去英国拍广告的时候去了一趟，但是什么也没玩，尽兴是吧？我什么也没玩。而且我觉得，当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去游乐场也是一种释压。对，第一是释压，第二是什么呢？我喜欢游乐场的那种氛围，就是你进到那里，每当我进到游乐场以后，我就觉得这不是真实的世界，这是一个童话世界，这是一个和现实社会脱离的一个地方。我可以无忧无虑，不想工作，不想任何所有东西，我就玩，我就开心。吐槽一个2019最难的事，立一个2020的 flag 吧。吐槽一下最难的事儿啊，最难的事儿就是采访。不胡说八道吧？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最近好像出的问题都是在采访上说的话。为什么？就有些话我就会被人过分解读，就断章取义。对，过分解读，就是也不知道别人说这句话呢，大家觉得哎，这个人真实，哇，这个某某某太刚了啊，就会这样的。我一说完就是你有什么资格说？但还好今天跟您说话，我觉得还很舒服，就那个说的我还挺那什么的，挺放开的。flag 是什么呢？flag 我明年要有8块腹肌。对，你的粉丝一直在问你呢，说8块腹肌在路上了没有？所以我前2天跟那个我的团队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聊天啊，他说他们就建议我什么呢？建议我说每天坚持做一件事儿。我说干嘛呢？他说看书也行，健身也行。那我选择健身吧，让身材好一点。所以我开始要每天健身一会儿。估计明年能看到腹肌，是不是？明年什么时候呢？有截止日期？明年演唱会的时候吧。去到特别喜欢的火锅店，被告知蘸料已经没有了，该怎么办呢？因为我是厨师，我可以调好多种啊。你除非啥也没有，对你除非啥也没有了，就是你连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吃点麻辣锅就好了嘛。因为我会调好多种蘸料。你是爱吃火锅的？我特别爱吃火锅，每次吃火锅我就觉得很爽，就是吃完很踏实，而且大家热热闹闹的那种感觉。尹大厨给我们分享自己最拿手的3道菜吧。最拿手的3道菜啊，我还真的最近很少做饭了，但是我一般比较拿手的都是那种类似快餐，就是马上就能吃的，就比如西红柿炒鸡蛋，这是我比较拿手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是炸酱面，我也比较拿手，经常吃。第三是把那个把那个芸豆呢切成小圆圈那种的，然后叫做蚬子芸豆打卤面。中餐厅和我是歌手同时邀约，会选择去哪个呢？现在的话，我肯定是歌手啊，肯定是歌手。中餐厅。也行啊，都是。如果能2个串开一块去。对。卡丁车和吃鸡哪一个更具吸引力呢？卡丁车吧，我觉得。我现在需要一些户外的一些东西。就是先要，因为那个卡丁车开的真的太爽了。我愿意玩那种危险探险那种东西。就我现在特别希望有一个节目，什么节目？就那种荒岛求生。大家就在里边也没有饭吃啊，就那种感觉，吃草吃素那种。我希望有那种。就是你的生存能力很强。也不强，我想去感受一下那种感觉，我就看我能不能饿死。精心做了一个可口的点心，未来女友和妈妈都要吃，会选择给谁呀？我谁也不给，我自己吃了。我自己吃了，我就说那个不好吃，不太好吃。婆媳关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觉得你以后能把这2种关系处理得好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妈还挺好的。我妈还是挺好的。当然，如果我以后有找女朋友的话，那我找的话，她一定是一个非常孝顺、非常懂事的人啊！我一定是这个是前提。明白。尊敬老人。遇到粉丝说要嫁给自己，会怎样回应呢？我回应他有眼光。当时我就取了个那个名字叫棚主嘛。当时就好多人说，哎，嫁给你。我说那行啊，那行，我就在农村弄个塑料大棚，往后盖个大棚，咱就搁里边过。每天吃流水席哈。对，每天就吃哇，里边种菜多好。所以他们叫鹏飞嘛。开玩笑的跟他们。用东北话形容一下未来的女友吧。未来的女友肯定是一个非常懂事儿，然后那个有文化，然后大方得体、孝顺。宁哥给你看，这是我的手背，这是我的脚背，而你是我的宝贝。其实我抱小蜜也是你的女友粉，
而且我感觉我今天好奇怪，怪喜欢你的。我能做第一个被你亲亲抱抱的女友粉吗？可以啊，可以啊。哦，所以那个，我想问问你多钱买的？我想买一个，他回答不了我。行，然后我要干嘛呢？这个不能说啊。哦，好，那你要抱抱他，亲亲他。好，可以，抱抱。好，来，抱了。好，完了，今天晚上直播的时候要被粉丝嫉妒了。可裙子很好看。谢谢柔宇宁哥哥。哎，客气。然后，雨宁，这个是小豹家族的翻译棒，我们送给你的礼物。谢谢。就是它可以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太好，我就需要这个。你是一个解锁电器产品的小能手，所以你一弄就知道怎么玩了。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个，我喜欢电子产品。然后我出国可以用。